干支的生克，我们讲五行有生克，那干支既然可以分属不同的五行，那干支肯定也有生克。那么就是甲乙寅卯木生什么？生丙丁巳午火，这个很好理解吧？甲乙寅卯木生丙丁巳午火，丙丁巳午火生戊己辰戌丑未土，就是火生土。然后戊己辰戌丑未土生什么？生庚辛生酉金，然后庚辛生酉金生壬癸亥子水，壬癸亥子水生甲乙寅卯木，啊，它还是这样的循环。甲乙寅卯木是克戊己辰戌丑未土的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干支也有生克。干支啊，它不仅有生克，它还有合冲。五行，水的五行跟火的五行，它不存在合冲的问题，五行只有生克。你如果说金木水火土这5种不同的能量，它只有生和克，但是干支它不仅有生克，它还有合冲。先讲干支的合冲，然后天干它只有合冲，地支它除了合冲之外，又还有很多别的相互作用。天干有合，甲己合，甲己合，你看甲跟己它就合的，就是甲和己是合的。乙和庚是合的，然后呢，丙和辛是合的，丁和壬是合的，戊和癸是合的。比如说，我昨天就看了一个80后，他的八字就是丁壬合。丁壬合的八字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？比如说，人如果是日支是柱，你比如说丁壬合这个人在这里，丁在这里，这两个如果合，这个人婚姻一定很实。如果这是一个女孩子，那么她的官星如果出现在这个上面，本来应该是成婚的，她是被这个拖住了，被这个丁壬合拖住了，她就很懒散，她就对人家发出的这种爱情的这种信号，她就没反应，她要很晚，她结婚要30岁、40岁，甚至更晚，这个很常见这种丁壬合，就是天干它有合的这种关系，但是我们学纳甲，它最后用到天干的是比较少的。然后天干冲就是甲和庚冲，乙和辛冲，就是这样的对角冲。这个癸和丁冲，丙和壬冲，那戊己没有参与冲，戊己土啊，戊己土在这里没有参与冲，这是天干的冲。天干的冲为什么会天干的冲？很多人解释了很多理由啊，但是我呢，把这些理由都做了研究之后，发现他也只是知道了他们两个冲之后，找了很多理由，这叫移地就使啊。移地就使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把靶移到箭的跟前，让箭射中它。就是说，你已经知道这个甲庚是冲的，你再去给甲庚中找很多理由。实际上，我们没必要找理由，就跟刚才这个甲己合、乙庚合，你要去找理由，你要找很多理由。我们不去管它，看它记住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自然界当中它的一种现象，就是老祖宗已经把它总结出来了。你不要去问为什么，实际上他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，但是他们发现它是这种情况啊，发现甲己合、乙庚合，它就是一个事实。就跟我常说的，月亮绕着地球转，地球绕着太阳转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？没有为什么，它就是一种现象。先人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，就这种现象，我们知道就好。知其然可以，不必知其所以然。这是天干合。再接下来就讲到地支，地支它不仅有合有冲，它还有会，还有刑。地支因为在地下，地支的事儿比较多，地支就是在我们生活，就在我们地里面，就在我们的世界，就在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平面，它没有涉及到天上。地支的相互关系很多，比如说地支会。地支会就是这个三支会，寅卯辰三支会，这个力量非常大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卦，上卦3个爻，下卦3个爻，是下卦是3个三支会，上卦是3个三支会。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是2个村子，2个很大的村子发生集体械斗，就这个村跟村打，什么的武器都拿出来。这个械斗这个卦，比如说它是寅卯辰会，它是巳午火会。那谁赢？它是会成木，它是木局，它是火局，谁赢？我烧了木，
还有一种说法，金肯定是克木嘛，这两个应该不会有什么输赢。火跟木它这个互相契号的，这没什么输赢。如果是金跟木，它一定是属金的这个村子会大一点。就是地支会的力量是最大的，地支商会的力量是最大的。今后你们断卦，比如说这3个卦，这里面有个三支会，三支会不是说一定是下卦上卦，它有可能是这3个爻，也可以是三支会。那这个三支会，比如说我汇成了木，然后你呢4爻又是在会局里面，那你如果是好事，如果是占的是好事，那你所向无敌。一般来说，你考试肯定考得很好，而且考得非常好。你仕途肯定是非常的辉煌的，占事业也是非常旺的，那占财运更好。就三支会它的力量是非常大，很难碰到这种三支会。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才碰到过2次还是3次这种三支会。所以很多人会说三支会在纳甲断卦里面没有用，但是因为他没有碰到过，他碰到过就会知道哇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断卦。纳甲就是靠断卦堆起来的，这个跟开车一样的。你开100公里，你怎么会开到好车呢？你要开1万公里、10万公里以上，人车就一体了。三支会这种情况，很多人是没有见过，见过大家就会知道很厉害。三支会很简单，就是春天这3个地支它汇成木局，这3个地支汇成木局，巳午火。夏天这个3个地支汇成火局，然后呢这个汇成金局，这个汇成水局。会一定有汇成某一个地支，会是一定要汇成某一个地支，就是寅卯辰，它是春天嘛，是春天的3个地支的会，它一定是汇成木局，就这3个汇成了一个非常强旺的木的这个局，这个是水局啊。地支相合，会之后就是合，然后呢申子辰合，申在哪里？申辰子，这3个地支它是合的啊，大家也不要问为什么，反正看到申子辰它肯定是合的。那合成的什么地支呢？合成的中爻这个地支，中爻啊，申子辰合一定是合成水的，子是不是水啊？子水，申子辰合它一定是合成水局的。刚才说的三会的力量很大，接下来就是三合，三合比双合的力量一定大，2个人合跟3个人合那是不一样的。合就是2支部队合了，这个红四方面军跟红一方面军会师了。但会师呢，它也有情况，就是能不能合？有的是会师，但是合不成。水跟油能不能合？合了，水跟油2个合不拢啊，不能融合啊。然后水跟卤呢，它就不一样，它就水卤交融了。申子辰合，寅午戌合，巳酉丑合，亥卯未合，大家一定要非常熟。他们都是合成他们的中爻、中神的，这个叫中神。午火就是寅午戌3个地支的合，就是合成的火。这个巳酉丑这3个地支合成的金，有金，然后亥卯未它合成的木。但能不能合成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有的是合不成，有的合成，包括三会也有合不成的这种情况。比如三会在秋天，寅卯辰三会合木吧。合木如果秋天它木很衰，你就合不成，就是你有合的这种势，但是合不成。但是它可以流转，秋天到了冬天，到冬天它就能合成了。为什么呢？水就生木了，水生木，木一旺它就合成了。就是合成的这个地支它一定要旺相，它如果是衰的它就合不成。跟贾宝玉跟林黛玉一样，就合2个人有这种爱情，但合不了，没有结婚。但是没有合，它也比不合的力量强。就合有3种状态，一种是合成了，一种是合不成，一种是不合，压根这2个不合，中间的力量还是比那个不合的力量强。这个是地支的三合，然后地支的双合，就是地支的合有3合是双合，三合就是3个地支在一起合，双合就是2个地支在一起合。寅亥合，寅合亥，然后子合丑。比如说子丑合，子丑合，子是什么？是水是吧？丑呢？土，丑是土。子丑合成了什么？子丑合成了土是什么土？水跟土合成了什么？合成了泥，是不是？那泥的性质是不是还是土？就是你看子丑合成的它就是稀泥，和稀泥就是很有意思。你看子丑合，寅亥合，水和木合成了什么？木，一定
定是木，是吧？这个很好推，书上都有，认真看一看就完事了啊。然后呢，地支还有冲啊，刚才说天干有合有冲，地支肯定有合也有冲，地支冲就是这样子，你看子午冲，子午冲就对角线了哈，就是过原点的这个线，子午冲、丑未冲、这个寅申冲、卯酉冲，都是这样对角线的就冲，冲的力量也是很厉害。比如说一个东西被月冲，那你就很衰；你如果被月冲就很衰。比如说生病，我们占生病，比如说家里人生病了，占病能不能好，能好还是不能好，那这时候冲就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如果你这个病是肝得的病，如果肝得的病，比如说我今天感冒了，或者说这个病才就这几天，或者说这个个把星期得的病，那如果焚冲一冲就好了。就是你起卦的时候哈，自己生病了，比如说自己家人生病了，或者朋友生病了，我带他起卦。就如果生病的这个人，这个世爻这个人，他焚冲他是刚刚生的病，你就告诉他不用看医生，很快就好，很快就不药而愈。那如果是久病，那一冲就走了，尤其是很衰的时候，一被月冲，一冲就走了，尤其是月冲日冲，一冲就走了。这种卦我们应验过无数个了，就是久病焚冲必去，静病焚冲必愈。这个是六冲，地支冲就叫六冲。为什么叫六冲啊？它六对冲。然后再来辰戌冲中，这个辰戌不是冲了吗？比较奇怪的是这两个冲，这个是木跟金冲嘛，很好理解嘛。这个是水跟火冲嘛，很好理解嘛。是不是水是克火的嘛，金是克木的嘛，它很好理解。为什么这个辰是土，这个戌也是土，这两个为什么会冲啊？以这个为界啊，这个土是什么土？湿的吧？这个土呢，干的吧？因为这个夏天，这个秋天嘛，所以说这两个的冲实际上是水和火的冲。湿土里面是不是有水？干土里面是不是有火？它这个秋天里面还是有火的。实际上就是辰戌冲，实际上是水和火的冲，水火肯定是冲的嘛。然后这个也一样啊，这个丑土是什么？是什么土？是湿土吧？这个是湿土吧？这个是干土，五味土，这个是最干的土，这个土还非常烫。你看这个土就是冻土、寒土，就是这个土跟这个土，实际上这两个土的冲也是什么？也是水火的冲。你看辰戌冲中，辰戌皆阳土，这两个都是阳哈。记住，冲啊，只有阳跟阳冲，阴跟阴冲，就是阳跟阳冲，阴跟阴冲才是效果最大的，后果是最严重的。阳和阴是不能冲的，阴和阳也是不能冲的。这就好比说，男人跟女人打架是打不起来的，女人跟女人打架那不一样啊，揪头啊什么都来，那受伤也是很严重的。男人跟男人打架更是这样。所以说冲什么呢？冲的这两个地支一定都是阳或者阴，就阴地支跟阴地支冲，阳地支跟阳地支冲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是阳地支还是阴地支？子是地支的第几位？阴，阳地支。然后呢是阴，这个是阳，这个是阴，这个也是阳，这个是第七，也是阳。所以说它是阳地支和阳地支冲，这个是阴地支和阴地支冲。就是女人跟女人打架，后果才很严重啊，才往死里打。男人跟男人打架也一样，才会以力相搏，才会全力相搏。你如果女人跟男人打架，他就打不起来，这就是自然界的这种常理。然后同理，丑未冲中，丑未皆阴土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实际上丑未冲它也是水和火的冲。再来，地支有刑，我们刚才讲天干是合冲，地支是会合冲，合这里面又含三合和两合，那还有一个刑。刑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先介绍一下叫子卯刑。你看卯是木吧，子是水吧，子卯刑叫母子相刑啊。为什么会母子相刑？就是水很大木很小，水很大木很小的时候，就母亲太强势，对孩子一定是一种刑。水生木啊，木就是子水的孩子。子卯刑就是什么情况？就是水非常大，或者说这个木很大，水很小，叫什么？杯水车薪，就是木非常大，水很小的时候，这个水一定是很受伤的。它去生卯木，它就完全就把自己耗干了。然后呢，水很大木很小的时候，这个水一冲，这个木怎么样？就死了嘛。
就是这个生不了木，这个子水生不了这个卯木，在水很大的情况下，所以说子卯相刑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，就是今后我们在卦里面看到子卯刑，子卯刑有轻重的分别，有的刑很重，刑是什么？就是你气我，我气你，这两个母子互相之间，你伤我，我伤你，这尤其体现在感情上。比如说这个被捕了，被公安抓了，也属于刑的这种范畴，就刑有被抓，然后被伤害，尤其是感情上被伤到这种的意味。子卯刑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子卯刑是固定的，子卯肯定是刑的，但是子卯如果旺衰程度相近的时候，它的刑是很小的，就是你的水跟我的木力量相当，那水对我绝对是生的这种作用，生的这种作用就是有一点像母慈子孝啊，两个人很好。就虽然行，但是有一点点，就互相之间生气呀、什么的，闹点情绪啊，这都有。但是呢，它不至于行得很凶。如果水很大，水非常旺，卯很衰，这个卯就麻烦了。这个孩子会被母亲活活淹死。反过来也一样，这个木很旺的时候，水很小的时候，这个孩子也会被母亲给气死。子卯刑它是子卯的万象倾斜的越厉害，这个受伤的程度就越严重，这是子卯刑。然后巳刑就是自己跟自己刑，辰跟辰，午跟午，酉跟酉，亥跟亥，什么意思？就午碰到午，所以大家在卦里面看到两个午就是巳刑，就这两个本来是一样的地支，本来是一家人，但是他们两个会很纠结，你气我，我气你。还有就是月上有午，卦里面也有午，好像这个月是比生这个午这个爻的，但是它比生的同时，两个人又是刑的关系。巳刑在几种刑当中是最不严重的一种。还有就是连环刑，连环刑叫丑戌未连环刑，丑戌未连环刑，就是丑气这个戌气未气丑。你们家三个人，这个丑是属牛吧，戌属狗吧，未呢羊，就是家里面父母亲孩子三个分别是属牛、属狗、属羊的，这个家就相对来说争吵的声音就比较多。寅巳申也是这样，申气这个寅，寅气这个巳气这个申，关系是这样的啊。丑戌未它是这样的，丑它肯定是去行这个戌。你刚才说了，这个是牛，这个是狗，就是属狗的是不管是谁，属狗的是儿子还是母亲还是爹，属狗的肯定是欺负这个戌去欺负这个羊再来欺负这个牛，它就是这种关系。你们如果看到家有这种情况，你们不妨去观察一下。我就有一个学生的家里面就是这种，就刚才那个，他属于那种寅巳申的这种关系。家里面反正叮叮当当的，一天到晚都是吵架的声音。然后再接下来是干支的汇合啊，干支汇合我们刚才说了，比如说子丑跟午未是合成土的，乙跟这个辰酉是合成金的，还有这个三支会也是巳酉丑，申酉戌啊，这都是合成金的。这个书上都有，大家自己去好好的再琢磨。反正就是三合和两合和双合。总要合成一个地支，它一定是合成一个地支。干支的汇合好比两支或三支军队的会师，但如果条件不成熟，只能是貌合神离，不能真正化成同一支军队。所以干支的汇合结果有两个，比如水和油，水和油就合不成，虽汇合但不交融不化，就是汇合而不化，亦未化不成。就是汇合合都有可能化不成合不成，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如水和卤，水卤交融是汇合而化，也叫化得成。所以说你卦里面，你如果比如说你的忌神就是克你的那一方，就是你是世爻，比如说代表你或者代表你的家人，然后克他的，比如说你是木，他是金它汇成了一个合局，力量很大来克你，那他如果合不成，那你就阿弥陀佛，你赶紧感谢天地，你逃过了一个大难。就是合理的力量，它最终没有合成，就没有形成合力，就克不了你。